北城古岭风骚的商界传奇宋芝芝和父母被绑架孙掉后，今日在陵园下葬，其未婚夫傅念慈全程以泪洗面。原定宋芝芝将于下月嫁给傅念慈，结束他们7年恋爱长跑。宋芝芝28岁，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文化俱乐部会员，20岁接管凤氏集团，从此开启了凤氏断崖式商业帝国之路。你这种人也别听这种新闻，人和人的命真是不同。宋芝芝这样优秀伟大的女性，竟然出了意外。有的人活着就是浪费空气，就像一只臭老鼠一样，打都打不死。呀，眼神还挺深。我告诉你，秦小满，你别给我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。要不是我把江大少爷让给你，你现在还在乡下喂猪呢。也正因我宋芝芝居然魂穿在了这个乡下村姑秦小满的身上。原主本是秦家的大小姐，母亲去世后被小三继母赶去了乡下远房亲戚的家，争吵10年。秦家为了2个亿的融资，答应了和江家的联姻，而其牧人打死都不愿意嫁给江启安这个残废，于是让秦小满来替嫁。秦小马，给我好好伺候江大少爷，要是让江家人退了货，有你好受的。这就是我大哥的老婆吗？据说连大学都没有上过，这传出去，不是我们江家的笑话吗？就算妈你想抱孙子想疯了，也不至于找这么个小东西来滥竽充数吧？他成年了吗？反正我不会认错。我也不认。你怎么不说话？这个土包子，怕是没见过我们家这么大、这么豪华的房子吧？看傻眼了吧？我虽然是从乡下来的，但是也知道，这长辈说话，这晚辈不能插嘴的规矩。你。爸，你的这幅画是赝品。你个乡巴佬，能不能不要不懂装懂？这幅画可是我爸花了8000万才买到的菱形纸真迹花鸟画，还是一眼假的那种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这幅画是晚清时候的作品，虽然这幅画做了做旧处理，但是画质还是能看出纤维结构的痕迹，不是自然老化的痕迹。什么纤维结构？他在说什么？林行止老先生的落款向来流畅自然，但这里的落款缺乏飘逸感，太过生硬了。什么飘逸？看着不都一样吗？这新闻上说，宋芝芝曾经拍走过这幅花鸟画，像他这样的有钱人，应该不会再把画流入市场做2手买卖吧？爸，你不要听他这个乡巴佬胡说，我闺蜜介绍的古董行怎么可能有假？新闻播报：据悉，宋芝芝未婚夫在处理完宋芝芝丧事后，将对宋芝芝的部分收藏品进行慈善拍卖，其中一幅菱形纸的花鸟画引发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青睐。你，爸，我也不知道他会骗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把江奇瑞的银行卡全都给我冻结了。爸，奇瑞又不是故意的，他还不是想让你高兴啊。我听说前段时间2弟带领公司
亏损了1个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新闻上说的呀，人尽皆知。江思安，你丢人都丢到乡下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银行卡也全部冻结。爸，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尽快的适应豪门生活，绝对不会给你们丢人的。出去。江启安，江家大少爷，曾经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，我曾经的死对头。3年前一场车祸导致双腿残疾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。我想要在江家立足，江启安是关键。我是你妻子。我承认了吗？法律上承认了呀。你突然脱衣服做什么？洗澡呀。老公，要一起吗？跑这么快，下次把你电板抠掉。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，就除了太瘦、胸小了点以外，其他也没毛病。没想到这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洗干净了还能看。妈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这是精油。医生说用精油按摩对齐安的双腿恢复有作用。之前他一直不让别人帮他按，现在你是他的妻子，这件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小满啊，妈，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事儿你直说就行。那妈也就不瞒你了。当初齐安车祸，医生说他可能伤到了命根子。小满，你别怪妈，妈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你都没有嫌弃我乡下来的，我又怎么会怪你欺骗我呢？这话说的，我怎么有点心虚呢？其实我们也不确定齐安到底有没有伤到，他一直不配合医生治疗。放心吧，交给我，我来确认。小满，你只要好好和齐安过日子，妈一定不会亏待你。谢谢妈。居然把我锁在门外，还好我早准备了钥匙。你做什么？我回房睡觉呀。哪有新婚夫妻一来就分房睡的呀？等。出去。你要分房睡也可以，不过你得答应让我用精油帮你按摩双腿。做梦。唉，是你妈妈交给我这个任务的，我要是完不成的话，我肯定是要被赶出江家的呀。我一个农村来的村姑，弱小无助，只要是遇到坏人，可怎么办呀？弱小无助。今天江思安和江启瑞就是嘲讽了你2句，他们就被冻结了银行卡。秦小满，你能耐还小吗？就知道骗不过这只千年老狐狸。好吧，既然你都看出来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今天这个精油，你做也得做，你不做也得做。你威胁我？秦小满，你放手！别害羞啊，
夫妻就是要坦诚相待的。你秦小满，不是，这里面怎么还有条四角裤啊？你想都别想。秦小满，你休想碰我一下！你叫这么大声干嘛？你想让家里人都听到我们新婚宴有多么的惊天动地吗？放心，我只是给你按个摩，给你妈交个差，不会吃你豆腐的。口嫌体正直。你快点。你往哪儿看？江夫人其实就是想知道江启安还能不能传宗接代，但是我有点下不了手啊。江启安，我要是稍微的碰你一下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秦小满，我也是受你妈之托，忠你妈之事，你要怪就怪她去吧。我按摩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小满，启安身体怎么样？不行啊！小满，真是委屈你了。这是齐安的信用卡，你拿着。一点都不委屈，不用伺候老公，还有数不清的钱花，这是多少女人的梦想。妈，我不在意这些的，我只要能留在江家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过几日你爸生日，家里会来很多客人，回头我让瑞瑞带你去商场购物，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，可不能让外人觉得咱们江家亏待了你。哟，是什么风让江大少爷主动给我打电话？帮我查一下秦小满。秦小满？哦，是那个被秦家调包的乡下大小姐啊。查她做什么？每天喂几头猪啊？叫你查就查，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绝不可能这样吃早餐。进去后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丢我们江家人的脸。江小姐好呀，我们今天到了很多新款，来看看吧。今天不是我们，是他们。哦，这是我大哥的老婆，你们叫她大少奶奶就行。就是那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这样的女人也能嫁进超级豪门啊！大少奶奶，看看吧。我们的款式都在这里了，喜欢哪一件就告诉我。This is Mrs. Zhang from the countryside. It's a threshold for wealthy families solo no. Any cut or dog can marry into it. It seems that my day of marrying into a wealthy family is not far away. 不好意思，江小姐，我们平常习惯用英文交流，刚才都在夸您漂亮呢。I don't like any of the clothes here. Take out the limited edition ones from inside for me. 怎么，你以为乡下来的就不会说英文了？不是的，大少奶奶，我们这是……你们店长呢？大少奶奶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您放过我们吧。大少奶奶，有什么事儿吗？ It seems that my day of marrying into a wealthy family is not far away. 对不起，大少奶奶，我现在立马开除这2名销售，并且会给您精神损失费，给您造成的不愉快，还请您见谅。大少奶奶，接下来由我亲自为您服务，我们的限量款都在里面，这边请。本来还想看秦小满的笑话，这死样怎么比我想的还厉害？
回来了。妈，今天秦小满在商场花了我大哥5000万。秦小满这乡巴佬的眼睛还真毒，看上的全都是高奢顶级货，我都不敢买的那种。看他怎么给妈交代。5000万？妈，我在乡下没怎么花过钱，5000万很多吗？我只是尽量想让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，不给咱们江家丢人。秦小满，你打一辈子工都赚不到5000万的一个零头。那你在商场的时候怎么不说呀？我刷卡的时候你也在的。要是很贵的话，我可以退掉的呀。不是你买都买了，我再让你退，那传出去我江家还有颜面吗？那既然江家要这个颜面，那为什么不肯花这个钱呢？哎，你，妈，我还给齐安买了西装，等爸生日的时候，齐安就可以穿着新衣服去给爸庆生了。你是说你还给齐安买了衣服？齐安是我老公，我给他买衣服不是应该的吗？小满，你有这份心就够了。今天逛街逛累了吧？走，赶紧回去休息。好。秦小满花我哥的钱给我哥买衣服，这有什么值得表扬的？我不是说过你房间在隔壁吗？你又不行，怕什么？谁说我不？关灯睡觉。明天你爸生日，家里会有很多人过来的，我要早早的睡个美容觉哦。不要杀了他们，放了他们，放了他们！秦小满，你做噩梦了？我一定会报仇的，一定会的。秦小满，醒醒！好久都没有睡得这么安稳过了。醒了还不快起床？差点忘了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你这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难道是昨天晚上我抢他被子了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江齐安不会有好脸色。哦，对了，你以后不要在被窝里面玩手机，搞得我很难受的。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手机，跟大哥大似的。一觉醒来，秦小满又变回了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他？打脸上次那个项目是多亏你修特这样。秦小满怎么还没下楼？可能是怕丢人，躲起来。好说好说。你去催一下，秦小满现在是江家人，你爸生日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不能不出现。哦。冉冉，你那个乡下来的大姐，她人呢？怎么没瞧见呢？我也没看到。我今天就想看看这个乡巴佬长什么样，该不会太丑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吧？好在冉冉有这个姐姐在，不然要是真嫁给那个残废人，不得亏死了。我听说那个江大少爷不仅双腿残废，那裂肺了。要是真嫁给他，岂不是要倒8辈子血霉了？你是谁？凭什么打我？秦小满，这是秦小满，江家的大少奶奶，不说是个丑八怪吗？我还以为是哪个当红明星，怎么长这么漂亮啊？关键看这气质，也不像是从乡下来的。小满，怎么回事？张叔叔，他莫名其妙就打我，
我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。果然是个乡下人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外貌是可以包装的，但一个人骨子里的修养和学识是改变不了的。江家娶了这么个乡巴佬，真是脸都丢尽了。这是什么场合啊？谁让你为所欲为的？老公，你小点声，你看你都吓到满满了。满满呀，自小从乡下长大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他不懂事，让各位见笑了。我没见过世面，还不是因为你小三上位以后将我赶到了乡下，现在还好意思怪我不懂事了？你，秦小曼，当年把你送到乡下是为了你好，现在把你接回来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可不要不识好歹。让我嫁给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是为了我好？看来你家小媳妇很嫌弃你啊。秦小曼，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能嫁给江家大少爷是你修来的福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呀。可是有人非得说这齐安他不仅双腿残疾，他那里也不行，还说嫁给他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好在不是秦慕染嫁给他。我没说过。我说是你说的了吗？我虽然是在乡下长大，但是也知道这背后嚼人舌根、挑拨离间是不对的。更何况他说我老公不好，还挑拨我和季姐的关系，那这样的人，我打他一巴掌，有错吗？秦小满，你少在这里污蔑我！我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可不是什么乡下村妇。这种话我怎么可能说得出来？不信你问秦慕染。他是冉冉最好的朋友，也算是我看着长大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是不可能说那种话。秦小满，你说我背后嚼人舌根，证据呢？我没证据啊。没有证据你就在这里血口喷人，那你敢发誓吗？你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你没有说过这种话？如果你说了，你出门就被车撞死。你也发誓说你最好的朋友没有说过这话。如果说了，你出门也被车撞死。我凭什么要说这种话？我又不是小孩子啊！你不敢说啊？那这不就是心虚了吗？这是哪家的亲戚？也太没有教养了吧！简直就是丢人现眼啊！秦小姐的好朋友原来是这种人，秦夫人还好意思给他说话，真是物以类聚啊！不管你是谁，我们江家不欢迎你，你给我出去！你这小媳妇可是不简单的乡下丫头啊，3言2语就自证了清白，还顺便让秦家人丢尽了颜面。所以不是让你查了吗？正在查，大家散了吧。走。你媳妇正在看你啊。我眼没瞎。下面这么多人，你不去陪陪你媳妇儿？你觉得需要吗？不懂怜香惜玉，活该孤独终老。有事啊？你真的不打算下楼吗？不打算。你是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辈子吗？那是我的事情。不就是瘸了2条腿吗？又不是变成了鬼，至于那么见不得人吗？江前，我希望你今晚能够穿我给你买的新衣服，坦坦荡荡下楼，大大方方见人。妈，我刚刚是冲动了一点，我不该随便打人的。不过我受不了他那么说齐安，所以我就打了他。打得好，要是我在，非得再给他几巴掌不可。
小满，上流社会讲究规矩和教养，但绝对不是忍气吞声。你刚刚那一巴掌，不仅没失了礼数，还打出了我豪门的气势。一个巴掌还打出荣誉感。你闭嘴！小满没上过大学都比你省心。你要是再敢惹是生非，我就把你送到农村去养猪。小满，妈带你去那边多认识些人。这死丫头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我竟然都没有认出来她，她身上那条裙子我都买不起。没想到江家的人竟然对她这么……我不管，我就是看不惯她这么出风头的样子。她凭什么这么得意？我也不允许她站在你的头上。我有一点喝醉了。去隔壁房间。我不。离我远点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凶啊？我不喜欢酒鬼，下去。你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下楼？我为什么要下楼？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？后悔了？要下楼看看？我只是渴，下去拿杯水喝。你还真是口闲体正直。不行，我把你媳妇儿也抱过来，得了呗。不用，我就在这里坐着，你可以走了。真无情了。我是不是又惹到你了？给我滚下去！其实失去双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颓废呢？起码你还活着呀，你父母都还在你的身边，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上有人比你更惨更惨，他甚至连自怨自艾都不敢，可他却还在努力的活着。因为只有活着才能报仇雪恨。秦小满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江奇安不是有洁癖吗？居然纵容我早不洗妆不卸就睡了他的床。小满，这去江家好多天了，也不想着回秦家一趟。你爸爸呀，专程让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，你带着江奇安一起回来吃晚饭。秦家人让我回去，非践行道，不过也好，趁着我还有闲工夫，帮秦小满教训一下秦家人。好啊，我晚上回来。大少奶奶，
大少爷吩咐您醒后就把床单和被罩都换了，所以还是被江启安嫌弃了。自从大少爷出了意外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过好脸色。今天却特意叮嘱我不要打扰大少奶奶休息，真好。我今天下午要回秦家一趟。你的行程不用向我汇报。你跟我一起。我不去。江启安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这叫回门，你让一个女人自己回门，这传出去我还要不要活了？我还不如跳池塘死了算了。我心没那么差。几点？啊？几点去秦家呀？啊，下午5点就行。知道了。江启安，这是拍吗？妈，我没看走眼吧？我大哥居然和秦小满回秦家去了。我大哥3年了，连门都没有出过一次。秦小满这个乡巴佬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吗？别没大没小的，秦小满是你大嫂，以后给我尊重点。妈，你说秦小满能把江启安一起带回来吗？难说。不过，如果秦小满和江启安没有一起回来，就说明他们之间没感情。既然没感情，那就更好办了。秦小满居然真的把江启安带回来了，他凭什么？真没想到，这乡巴佬还有点能耐。也好，免得我浪费时间。今晚就让秦小满知道我的厉害。爸。还舍得回来呀？爸说笑了，从小到大都是你赶我走，我哪敢自己回来呀？岳父如果不欢迎我们，那我和小满也就不打扰了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父女之间呢有些隔阂，说的都是气话，别当真啊。秦小满嫁给我，就是我们江家人，我不管以前你们怎么对她，以后我不想再听到你对她这么大呼小叫。没想到江启安这么上当，江启安居然这么维护秦小满，凭什么？既然都回来了，那个吴妈，开饭开饭啊！是老爷。开饭。小满、启安，你们难得回家一趟，多吃点啊。这些呀，都是你爸爸特地让厨房准备的。来，都吃。这根据咱们北城的规矩呀，新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是要在娘家睡上一晚的。房间我都给你们收拾出来了，都是干净的，你们放心睡。既然是老祖宗的规矩，那当然要守了。顺便我找爸也有点事情。秦小满已经被你姨父叫走了，现在江启安一个人在里面，交代你的事情，你都清楚了吗？大姨，我都知道。能不能进豪门，就靠你自己了。妈，真是便宜了文彦雪这个死儿！我之前没见过江启安，没想到他长得还挺帅的。你后悔了？我才不要残疾人！听说那里也是废的，就算没废，我也看不上。那不就得了？反正我是见不得秦小满一丁点好，他就活该在烂泥堆里。有话就说吧，
爸，其实这么多年我并没有怨过你，我也知道你只是不想这个家散了，才会送我去乡下的。这次回来我能够嫁给江齐安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你也看到了，江齐安他对我很好。哼，还算你啊有点良心。我知道最近秦氏经营上出了一点困难，光是靠江家的2个亿也只能解燃眉之急吧。江氏他现在有很多的投资项目，如果爸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和江氏搭线。小曼，你在江氏能说上话？江齐安他会帮我说话的。小曼，如果你能帮助我们秦氏，爸爸一定不会亏待你，好不好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大姨，雪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告诉大姨。我来给江少爷送牛奶，他就握着我的手不放，然后还亲了我，还要扒我的衣服。大姨，我才18岁，我不想活了。江齐安，你仗着你是江家大少爷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雪儿才刚成年呀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江齐安就算再饥不择食，也不至于在我娘家做出这种事情吧？我还只是个小姑娘，我难道不要脸的吗？大姨，你可得帮帮我。好，江齐安，你太过分了你！要是不给雪儿一个交代，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凭什么他文艳雪说什么就是什么？我还说他勾引江齐安不成，恼羞成怒，自导自演呢。你，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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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江齐安，雪儿若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冉冉，快，我们快去医院。雪儿，江齐安，我已经录像了，你最好想清楚怎么解决这件事。快走！雪儿，坚持住啊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，利用够了吗？文艳雪没有碰到你吧？啊，要不然我给你洗洗啊。自己去看。雪儿刚满18岁，还没上大学，凭什么让江齐安这么糟蹋？你们豪门就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我就死在你们这里！闹出人命，我看你们张家怎么收场！我们家虽然没有钱，女儿也是我们心头捧着长大的。今天我看看你们谁敢欺负她，我就跟你们拼命！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齐安车祸后身体一直不好，也不见外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小姑娘做这种事情？冉冉都录像了，这可能有错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事儿要是不解决的话，我就把那段视频放到网上去。哼，我就不相信你们豪门都不要脸面的吗？对。我也不想把事情搞大，毕竟我们是亲家，所以我一直压着我妹妹，让她不要冲动。可是小雪她还是黄花大闺女啊，江家必须得给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？要钱吗？我们虽然穷，但我们可不是卖女求荣的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要齐安和小满离婚，娶了文艳雪？哼！你们秦家人也是这么觉得的。老公，亲家，你看啊，小满跟齐安刚结婚又离婚，传出去有损我们2家的名声。我也问过雪儿了，雪儿那丫头啊，单纯保守，被江齐安这小子糟蹋后啊，
也没有心思跟其他人谈恋爱嘛。我看不如直接就让雪儿跟了江启安好了，名分不名分的，对不对啊？对，这样最好。搞了半天，秦家人是想要再送一个女人给江启安。反正豪门02房这种事情虽然上不得台面，但也不是没有。而甄婉玉齐木然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想让文夜雪慢慢取代我。他们见不得江家人对我好。至于秦东旭，昨天晚上虽然话说的好听，但他终究是个商人，多一个女人去江家给他办事，何乐不为？笑什么呀？啊！这文艳雪被江启安摸了2下，就在这寻死觅活的，她能愿意当小三？难不成小三是什么高尚的职业吗？是吧，小妈？秦小满，我可都是为了你好，难道你想叫齐安跟你离婚吗？凭什么会认为一个要身材没身材、要脸蛋没脸蛋的文艳雪，能够威胁得了我的位置？哦，对了，你当年也是这样上位的，差点忘了，这还有个前车之鉴呢。秦小满，说到底，还是你管不住你的老公，能怪谁呀？哼！小妈，难不成男人犯贱就都是女人的错了？这大清都已经亡了113年了，怎么改革开放没有通知你吗？够了！今天我叫几家人过来是解决问题的，不是听你胡搅蛮缠的。你这叫解决问题吗？你这叫逼良为娼！你，我是自愿的，没有人逼我。我已经不干净了，如果不跟着江少爷，我别无他选。没想到这儿还有一个9年义务的漏网之鱼啊！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对感情忠贞不渝，我不可能用我不干净的身体去接纳另外一个男人。你确定你不干净了？对于我而言，被男人亲了、摸了，就是不干净。你确定江启安他摸了你？我发誓，江启安如果昨天晚上没有猥亵我的话，我出门让车撞死，天打5雷轰。秦小满，你不是一向喜欢让人发毒誓的吗？现在雪儿发毒誓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无话可说。江老爷、江夫人、江启安、小满都已经同意了，你们应该也没有什么意见吧？江家怎么可能拒绝多一个女人给江启安传宗接代？秦小满和我的，你还那么定？谁说我同意了？你不是已经无话可说了吗？我是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，所以我一时无语啊。既然他文艳雪连脸都不要了，那我还给他留这个脸干嘛？启安哥哥，启安哥哥，大姨让我来给你送牛奶。你看看，启安哥哥，你不要辜负大姨的一片好意嘛！滚！我让你滚！视频是假的，你的一面之词就是真的了。我小妈啊，你怎么看？文艳雪，你贱不贱呀？天底下没有男人了吗？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，我居然都被你给骗了，还不把你这贱货一样的女儿给带走，丢人现眼！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给我走！不是这样的，是大姨大人说我这个样子就可以嫁入豪门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赶紧给我滚！文叔文姨，出门可得当心点，别被车撞死了。看我不打死你个小贱人！打死你，小贱人！
我都没想到啊，这小小年纪心机居然这么重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哼，小门小户就是上不了台面。还好你们秦家还算懂规矩，知道把嫡出嫁进我们江家，否则一大清早把我们叫来，你们秦家这点事情都解决不了吗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没有事先把事情了解清楚，就让大家贸然跑了一趟，对不起。爸，你就轻飘飘的一句对不起啊？你还要怎样啊？说到底，这件事情不都是小妈惹出来的吗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是他为燕雪不要脸。要不是你非得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至于闹出这么多的笑话吗？你明明有视频可以作证，为什么不早早拿出来？你给我机会了吗？你巴不得坐实江启安猥亵文夜雪的罪名。我没有。小妈，你究竟有多见不得我好啊？小的时候非得要把我撵到乡下去受苦，现在还非要赶我出江家。我没有，你少污蔑我女儿！爸，你怎么可以打妈呀？怎么不能打？小门小户，丢人现眼。把嘴都闭上，再多说一句，我连你一起打。张兰玉和秦慕然应该怎么都想不到会挨打吧？我现在可是秦家的摇钱树，秦东旭不得给我一个交代啊！亲家，让你看笑话了。中午在这儿吃个便饭。饭就不必了，管好你家的人，不要让我们江家人跟你丢脸。小满，我们回家。你生气了？我不该生气吗？这不是没有碰到你一根汗毛吗？这次不让你出卖色相了。你又想怎样？我想进江氏集团。不瞒你说，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看财经新闻的，对商业上的事情那简直是了如指掌啊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想报仇。报仇？秦家人从小就虐待我，我还不能报仇了？你也看到了，他们是怎么样对我的。我昨天晚上和那个秦东旭谈了，我跟他说我可以帮他和江氏集团搭线，他相信了。大不了我们秦氏集团一人一半。公司上的事，我爸说了算。骗子！秦小满，你就是不想帮我。唉，也是，我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这爹不疼娘不爱的，就连老公也嫌弃我。哎呦，我还不如跳车死了算了。不过就算死了，应该也没有人会伤心的吧。大少奶奶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。好，我跟我爸说一声。那我去市场部，我要去江思安那里。还有啊，我不从小职员做起。别得寸进尺。我好歹是江家大少奶奶，你忍心看着我去给别人端茶送水吗？市场部副总监。谢谢老公，你真好。小李，去商场。我总得要去商场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上班吧。好的，大少奶奶。江启安，你笑一下能少块肉吗？我说了要来陪你逛街吗？这不是顺便给你买衣服吗？你可真大方，拿我的钱给我买衣服。上次刷了我5000万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
小气！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以后还你。你拿什么还？肉偿你又不行。大少爷，我什么也没听见。把适合职场的，按照我的尺码都拿给我试一下。好的，大少奶奶。你先在这等我一下，一会儿帮我选一下衣服。死的真是离奇。怎么样？叮当，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哪里不好看了？把我的身材、我的大长腿衬托的妖娆又美丽。你是去上班，还是走秀啊？那好吧。还行。好。你暗恋宋芝芝啊？别不好意思，宋芝芝她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巨好，还是超级富婆。哎呀，别说男人了，连我都忍不住要爱上她。这本杂志是你硬塞给我的，不解风情。哎，江大少爷，好久不见。江大少爷，好久不见。我，傅言辞，不记得了。不熟。还不走？钱小满。傅言辞，周若薇，在我没有足够实力之前，我给你们逍遥的资本。这个江奇安在不得了一些什么呀？一个残废而已，还以为自己是曾经的商业大佬吗？还娶了个乡巴老媳妇儿，简直是上流社会的笑话。你现在的成就，简直可以甩他100条街。所以，他自卑。喂。江强，你舍得出门了？谁这么大面子能请得动你这尊大厨啊？有事说事。帮你查了秦小满。秦小满在10岁被人赶去乡下后，就一直在乡下喂猪，从来没有出去过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秦小满就是秦小满，不是其他别的谁。只不过，唯一的一点就是，别卖关子。秦小满在嫁给你之前被一头猪给踢过。自那之后，村里人就说秦小满好像变了一个人。哎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秦小满被踢聪明了？你说我要不要把那头猪给你买回来，让你研究研究？江谦，黑白通吃的李家大少爷，你和他很熟吗？嗯。那你能把他介绍给我吗？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戴绿帽子的。江谦，你为什么不去治疗你的双腿啊？我听妈说，你自从车祸以后，你就没有做过康检。你在自暴自弃什么？不要你管。我才不想管呢，我只是看不惯那傅言辞狗眼看人低的样子。你还认识傅言辞？我不是说嘛，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看财经新闻啊。江谦，我知道你现在对我还有很多的疑惑，
我也没法跟你解释。不过有一点，你要相信，我不会害你，也不会害江家。你还没这能耐。自大狂。是，江大少爷，谁让你老奸巨猾呀？当年也不是没在你手上吃过亏。妈，秦小满居然去公司上班，他一个乡下来的什么都不懂，脸皮怎么这么厚？啊，这不是你大哥让去的吗？你爸都反对无效。我听说我大哥这是去医院做腿部康健治疗。啊，我也听说了。要命！我大哥真的喜欢上秦小满那个乡巴佬了，老牛都开始回春了。一天就知道乱说。我说江启瑞，你都多久没去学校了啊？妈，就知道玩，一天你就知道玩。大四不用去学校了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？我，真是久违的感觉。进来。秦总，我是您的秘书，我叫米莱。你把市场部最近所有的项目整理一份给我。江总说，您只需要在公司喝咖啡追剧就行。江思安的办公室在哪里啊？您隔壁。秦总，江总现在正在会议室给部门经理开会。咱们这个季度的业务目标呢，是要比上个季度市场部的会议，江总怎么没有通知我啊？你又听不懂。对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市场部新来的副总监，我大哥的老婆，乡下来的。来认识一下，秦总好。秦总好。认识完了，大嫂可以不用打扰我们开会了吗？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？市场项目投标，你懂吗？你别碰我文件。直接讲第3个 TC 海外电商合作项目。秦小满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给我不懂装懂，浪费大家时间？这个项目我们只是陪标，陪标懂吗？就是帮别人做人情。为什么要陪标啊？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最好。宋氏集团已经和这个项目公司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。TC 只是和宋芝芝达成了合作意向，不是宋氏集团。现在宋芝芝已经死了，所有人都有机会。你怎么知道只是和宋芝芝达成意向？新闻上说的。新闻是你加的？这什么内部信息都告诉你了？直接讲 TC 海外电商合作项目。我是市场部总监，我是你领导，我说了算。你前段时间亏损了1个亿。秦小满，你说几百次了？哎呀，是你哥让我来负责这个项目的。行，讲 TC 海外电商合作项目，我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来。这个就是我们 TC 海外电商合作项目的方案，这里就是我们项目的具体落实方法。我的汇报已经完成。讲几点要求，大家记一下。装的还挺像。第一，方案报价提升20%。第二，技术层面还得完善，具体要落实到每一个时间节点。第三 ，PPT 的第3页有错别字，第5页的标题没有居中。我希望这种低级错误下次不要再犯。明天上午10点，按照我的要求再过一次方案。散会。说散会了。这怎么办？江总，我有事情找你，你的办公室还是我的办公室？我刚刚看了市场部的几个投资项目，
除了 TC 集团的海外电商项目、高尔夫度假村开发项目，你可以去做。不是我为什么听你的？因为你损失了1个亿。秦小满，你还提，最多气炸了。这个项目可以让秦家的人来一起做。秦小满，你这么快就暴露了野心是吧？把最好的东西留给秦家。你笑什么？哎，难怪公司会亏损。秦小满，我先去忙了。秦小满，连大学都没有上过，居然知道 PPT 的标题没有居中，操，老子都没有发现，到底谁才是乡巴佬？不知不觉已经都11点了。好了，该下班了。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呢。宋芝芝，你这么辛苦，我真的会心疼的。这样，我帮你做。可是，周洛威，芝芝交给你了。他胃不好，让他吃完饭。放心吧，傅言辞。芝芝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人比傅言辞更爱你。傅言辞，周洛威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惨痛代价。喂，在哪儿？在公司啊。下楼。你是专程来接我的吗？路过。哎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哎呀，也是，毕竟我这么漂亮，性格又好，哎，除了胸小了点以外，简直完美啊！你喜欢我，你又不吃亏，我还没有嫌弃你不行呢。我怕我再不说话，就生而不宜了。李木南，你怎么在车上啊？听某人说，你想认识我。是的，来加个微信，我们微信上说。你看他做什么？怕某人不高兴嘛？他不会不高兴的啦。你是不知道，这某人小气的令人发指，我怕他报复我。你不是黑白两道通吃吗？你还怕他？这抵不过某人的老奸巨猾呀。那倒也是。还不快下车？这么快就到了？哎，不对啊，这不是我家。那就不打扰你跟嫂子约会了，告辞。你就不好奇我找李木南什么事吗？没兴趣。江前，你口是心非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！江前，你说我还能相信爱情吗？秦小满，你耽误了我整整1个月的时间，在这个投资项目上，要是没有中标，你看我怎么跟我哥告状。副总，坐。他们为什么要讨好这个人？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小白脸，至于这么去巴结他吗？没有宋芝芝，他是个屁。可惜我好像死得太早了，留下这么大的家业，真是便宜他了。那个傅言辞，宋芝芝是你偶像啊？你什么表情？宋芝芝和你这种乡巴佬那是天壤之别的差距。算你有眼光。我有没有眼光还用你说？
我听说江家让江启安那个乡下来的妻子进了江氏集团，还是市场副总监。之前还以为是谣言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江家实在是后继无人啊！江思安就是个废的，他根本挑不起江家大梁来。现在呢，找了个更废的，来干什么？丢人现眼啊！TC 集团海外电商项目的招标会正式开始，按照之前各个投标单位的抽签顺序进行面谈。第一个是沈氏集团，有请。听说特鲁斯早就和沈氏集团谈妥了，咱们呢就是过来陪标的。现在沈氏风头正盛，能够给沈氏陪标是我们的荣幸。那倒是。你看到没，秦小马，你简直是在浪费本少爷的宝贵时间，陪你做了无用功。本次 TC 集团海外电商项目的中标单位是，这还用说吗？肯定是沈氏集团。副总，恭喜了！以后有合作项目别忘了我。承让，承让啊！恭喜啊！中标单位是江氏集团。江氏集团是不是念错了？是江氏集团还是沈氏集团？确认无误，是江氏集团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让一个乡巴佬中标了，你这么做到底丢的是你们 TC 集团的脸，还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脸啊？输给傅延慈我认了，但我凭什么输给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啊？ TC 集团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以后你在北城所有的投资项目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参与。TC 集团公平公正，我们选择的往往是最优的投标项目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一个乡巴佬就能做出这么优秀的方案了？把5家投标公司的方案投影一下。是。首先，所有报价中，江氏集团的报价最高，比沈氏集团高出0.1%。就高出了0.1%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其次，所有的投标单位中，江氏集团的投标方案最详细，详细到我们接下来合作的每一天。这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江氏集团的诚意，更让我们对这个项目的开发有了更大的信心。最后，我很欣赏秦总，虽然我们第一次打交道，但我从秦总的言语当中能感受到你蓬勃的个人魅力。我相信我们这次合作会非常成功。真的假的？居然真的中标了！秦小满这女人有毒吗？报价上居然比沈氏集团高了0.1%。走了，先走了。好。不就是侥幸中标了而已，他告个什么劲儿啊？还不是江启安在背后操作，否则他这个乡巴佬哪有这种能耐啊？秦小满，你还真的挺有骨气的。现在全北城都想巴结傅延慈，你居然正眼都不给他看一个，看他那吃了屎的表情，真有意思。你不是说他是小白脸吗？那我为什么要巴结他呢？难得你这么听话。傅延慈，这还只是开始而已。有事说事。真好，我今天去 TC 集团谈事情的时候，遇到你的小媳妇儿，她拿下了 TC 集团的海外电商项目，直接就把傅延慈踩在了脚下，好不风光。然后呢？你知道你小媳妇儿加我微信后让我干嘛吗？她让我帮她调查傅延慈啊。你答应了？这不是你授的权吗？否则不会同意我加她微信吧？我觉得你的小媳妇儿不简单。小心别被他卖了，还再给他数钱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以江少爷现在的康健情况，不出2个月就能独立站起来了。
没想到你们真把 TC 集团的项目拿下了。公司好久没有拿下这么大、有极富前景的项目了。小满，是爸爸小看你了呀。都是二弟的功劳，我只是打辅助而已。对了，齐安，你最近去医院康健的怎么样？康健？你在做腿部的康健治疗？你到底是不是我大哥的老婆？我大哥都康健1个月了，你都不知道啊？这么多菜都堵不住你的嘴吗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我看秦小满才是吧。没太大起色。那医生怎么说？听天命吧。没事没事，只要努力，肯定有希望的啊。妈说的对，我相信你。还不睡？要不然我帮你精油按摩，帮助你腿部康健。不需要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。不需要，睡觉。秦总，沈氏集团傅延慈的请柬。下周3，傅延慈有一场慈善拍卖晚宴，特意邀请您参加。我知道了。秦小满，我想和你聊一下高尔夫度假村开发项目的合作。你说，这个项目的投资高达20个亿，你确定要让秦氏集团参与进来？秦氏集团这几年一直在走下坡路，他们拿得出这么多钱吗？拿不出来。那你还让秦氏集团参与进来？拿不出来，他们可以做银行贷款抵押呀。那万一赔本了怎么办？现在的大环境本来就不景气。赔本了，秦氏就可以宣布破产了。还有事儿吗？傅延慈给你发了请柬。没给你发呀？你在得意什么？傅延慈还不是看在我哥的份上，我也要去。反正我大哥也不会陪你参加这种宴会，我陪你去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我先问一下江启安，你问了也是白问，我大哥绝对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。那可不一定。你。我都说了，我哥不会来这样的场合的，你还不信？打脸了吧？江启安，宋氏集团的慈善晚宴，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？不去。为什么呀？不想去。江启安，你就不能出去见见人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是时候？啊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才是时候？你也不用太难过，毕竟我哥对谁都一样，并不是针对你。不一样，你哥他对我不一样。不是，你怎么还在这里钻牛角尖呢？你哥他只是怕给我丢人，所以才故意躲起来不见人的。你哥他只是怕给我丢人，所以才故意躲起来不见人的。我在担心秦小满什么？他怎么可能内耗？他把别人耗子还差不多。这不是江家那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吗？她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听说这个野丫头上次帮助江氏集团打败了沈氏集团，拿下了 TC 集团的合作呢。那哪里是她的功劳？肯定是江大少爷在背后指点呀。傅延慈，傅延慈，我求求你放了我父母吧，我求求你。
我求求你！都说你是传奇，你现在像一条哈巴狗一样跪在我面前，宋芝芝，你可真恶心！只要你放了我父母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放了你爸妈？我就是要让你亲眼看到他们死在你面前，我要让你亲自感受感受我当年的痛苦。不要！住手！不要！不！恋爱7年，知道为什么连一根手指头都不碰你吗？因为我嫌你脏。傅言辞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杀了我？下辈子吧。嗯。感谢大驾光临。江太太，这女人的眼神怎么有点熟悉的感觉？秦小满，人家傅先生都伸手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真是乡下来的，半点规矩都不懂。我看新闻上说，傅先生为宋小姐守身如玉，从不让其他女人靠近。我是怕媒体捕风捉影，让傅先生背上一个宋小姐尸骨未寒，他便另觅新欢的骂名。言辞他一直不愿意接受芝芝离世的事实，我鼓励他把芝芝部分收藏进行拍卖，用于慈善事业，也算是芝芝生命的一种延续。我相信芝芝在天之灵也绝不愿看见言辞一蹶不振。我曾经是你的最好的闺蜜，我掏心掏肺，可她背地里却和我的未婚夫搞在了一起，你用万和抢光我所有的家产。傅言辞可真是个绝种的好男人，据说啊，他为了追查杀害宋芝芝的凶手，向警方悬赏了1个亿呢。我要是宋芝芝，有这么好的男人爱我，我死而无憾了。好了，江总、江太太，你们随意，走。走吧，走吧。医生开始。怎么了？什么啊？秦小满，你为什么要故意弄到我的礼服？为什么？周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从乡下来的，毛手毛脚习惯了。我是想要吃那边的糕点，才会不小心碰掉了你的裙子。你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想让我难看。周小姐，你凭什么说我是故意的呀？我和你有仇吗？我看呐，秦小满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嫉妒周小姐，才故意让周小姐难堪的。我是她亲妹妹，我不可能污蔑她的。这乡下就是没有教育。还以为嫁给江大少之后，江家能够对她有所管教，看来放她出来就是丢人现眼。秦梦然，你说我是故意的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这还需要什么证据？我亲眼看到的。哈，有本事你就发誓说你没有故意踩周小姐，要不然你就出门被车给撞死。这我没做过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被逼着发毒誓啊？你心虚了，秦小满，你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？秦慕然，麻烦你搞搞清楚，这民事诉讼法第64条，谁主张谁举证。你说我嫉妒周小姐，可是这是我和她第一次打交道啊，请问我嫉妒她什么？你说你亲眼看到了，你还逼着我发誓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前段时间你和你的闺蜜在我公公的生日宴上，因为污蔑我老公颜面尽失。你
该不会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今天你才想伺机报复的吧？哎，江叔叔生日我在场，秦慕染那天确实是挺丢人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踩掉周小姐的裙子的，虽然我现在道歉说再多都挽回不了你的颜面，尽管我真的非常想要拍下宋小姐的一幅收藏画，不过看来这里也不欢迎我了。子安，我们还是走吧。等一下，既然你说你不是故意的，那我也没有理由责备你，对吧？我也相信微微不是那种小气的人。微微，我带你去后面换身礼服。各位，失陪一下。好了，你跟一个乡巴佬置什么气？拉低自己档次，知不知道？他又没你漂亮。他害我如此难看，我恨不得撕烂他的脸。你忘了咱们这次的目的是什么了？嗯？这个秦小满，我怎么可能让他把我和 TC 集团的合作抢走呢？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秦小满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好了，我先出去，剩下的交给你。放心吧。过来，我在厨房等你。周小姐，你找我？周小姐，冉冉，刚刚真是谢谢您了。我也是实事求是。秦小满那个乡巴佬太能说了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你有这份心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周洛薇的朋友了。周洛薇居然把我当朋友了，她可是宋芝芝生前最好的闺蜜，我那帮朋友不得羡慕死你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。刚刚的事情也让你难堪了。没事，为朋友插刀，义不容辞。我就知道你跟秦小满是不同的。冉冉，你有什么直说就行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我实在是看不惯秦小满那嚣张的样子，不仅对我，还有对你。明明你才是秦家的大小姐，她凭什么这么风光啊？秦小满不过是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她要不是嫁给了江齐安那个残废，她哪能这么耀武扬威的？那你想报复她吗？我做梦都想。但是那个秦小满不知道在乡下学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伎俩，把那个江齐安哄得团团转，嘴巴也不饶人。我有办法，来。我知道我魅力很大，但是你也不能喜欢我，我是你哥的老婆。秦小满，你拿我当什么人？我是那种挖墙脚的人吗？那止不住你风流成性了。我再风流，我也知道兄弟妻不能欺的道理。我哥不得打死我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话说秦小满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我什么时候不厉害了？这么一想，秦小满从走进江家开始就没有输过。那你不乡下来的吗？你也没有上过大学。我没上过大学，但是我看新闻。看新闻就能这么厉害了？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莅临宋芝芝的慈善晚宴。我代表主办方傅延慈先生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宴会最重要的环节——慈善拍卖。今天的第一个拍品，林行止先生的真迹花鸟画，起拍价3000万。你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把这幅画给拍下来。为什么？爸喜欢。3100万，3300万，4000万，4000万一次
4000万2次，4000万3次，成交。恭喜江总成功拍下这幅画。豪门家的少爷出手就是阔绰呀！哎，你说我爸要是知道我花4000万就买到了他想要的真迹，而他花8000万买了一个假的，他会不会气死啊？你爸不会被气死，但是你妹会被打死。那我妹不得恨死我？秦小满，你也太阴险了！一边讨好我爸，一边又花着我的钱，一边又让我得罪我妹，还不算太笨哦。你江二少，什么事儿？这么凶人家干什么？人家只是想要来感谢你。不是献殷勤。讨厌，这么说人家。是我爸让我专程来感谢你，说你带他投资搞项目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妈的！查的怎么样？进展不大，这个人做事很严谨。身世也查不到吗？应该快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晚上再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你不会看上江思安了吧？放心吧，看上你我都不会看上他。怎么了？感觉有点热得慌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姐，你开下窗呗，我找你有事儿。怎么不开窗呀？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？你要是再不开窗，我可就砸窗户了啊！天哪，姐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居然和江思安搞在一起了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？难道你想奸挑两夫吗？拍照。秦慕染给江思安下了药，没猜错的话，秦慕染、傅延慈、周洛薇，他们3个已经同流合污了。他们想要设计我和江思安上床，好曝光我的丑闻。这样一来 ，TC 集团就会终止和江氏的合作，我也会被赶出江家。秦慕染的目的也达到了，这是一举两得。你确定你是乡下来的？你不是查过我吗？一会儿我们离开的时候，肯定会受到阻拦。你找一个干净的女人，给江思安解决一下生理需求，顺便打一打他们3个人的脸。找个女人不难，但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来打他们的脸。什么办法？你老公来了，在门口。他不是说不来吗？我跟他说，你被傅延慈欺负了，他就坐不住了。然后又听说你自己解决了，就赶紧过来了。你果然比江思安靠谱。那你也不能爱上我。放100个心吧，我现在爱惨了江启安。秦小满，不要把我们秦家人的脸面都丢尽是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还进得下去？你赶紧给我下来！再碰一下我妻子，试试。江启安？怎么会是江启安呢？不是江思安吗？我明明看到你和江思安一起上的车。没看到我和江思安乱搞，你很失望吧？秦慕染，我从小就被你和你妈妈撵到乡下，让你一个人独享秦大小姐的位置，你还要怎样？
我现在嫁给你不要的江奇安，还是爱你的演了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秦木然也太过分了吧？怎么能对秦小姐这样呢？小三生的，没有什么好货呀。秦家的脸都快被他给丢光了。傅先生，你不觉得你的晚宴很 low 吗？我们没有邀请秦木然，是他自己混进来的。可是他来都来了，我们为了地主之谊，也不好当众把他赶走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么大的一个晚宴，居然还会堵车啊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这要是换做以前的宋芝芝，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低级错误。还不问保安什么情况？不是说不来吗？闲来无事，出门透透气。笑什么？只是觉得你嘴巴挺硬，嘴唇倒是挺软。千小满，江前，要不我真的喜欢你好不好？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喜欢人了，但是感觉你不一样。我想和你试一试。秦小满，开门！秦小满，我是我哥，秦小满。你不是你哥吗？江奇安呢？去医院康健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秦小满，昨天晚上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一觉醒来会在酒店？你被秦木染下药了。秦木染？秦木染那女人看上我了？我可看不上她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你和我大哥在车内激情的事情上热搜了。我妈知道你俩的事儿后，笑得合不拢嘴。秦小满，你能耐不小啊，竟然把我哥这座千年雪山都被你给融化了。可是他昨天晚上拒绝了我的表白。为什么？可能因为他自卑吧。你真能给自己找借口。妈，秦小满碗里都快装不下了，吃点。你就不能给我夹点菜吗？你自己没手没脚吗？小满这段时间工作这么辛苦，就应该好好补补。我看你是想把秦小满养胖点，好给大哥生儿子。江启瑞，你是不是皮痒了？小满，妈没这意思，妈只希望你和齐安感情好就行了。我知道的，妈。对了，齐安快过生日了吧？我不过生日。小满，今天是周末，下午没什么事的话，陪妈去逛逛街吧。好，不过我晚一点要去秦家一趟。回秦家干嘛？小满，你别怪妈多嘴，秦家人都不怀好意。我只是有事需要去一趟。齐安，那你陪小满回去一趟，免得小满被人欺负了。他会被欺负啊？齐安他腿不方便，就不麻烦他了。还是二弟陪我去一趟秦家吧。你们两个来逛街叫我做什么？我又不逛街。让你来拿东西的，废话那么多。齐安过几天也要过生日了吧？我也给他挑一个生日礼物。唉，齐安自从腿伤后就不让我给他操办生日了，这不29岁了吗？都说男扮9，女扮10，这次过生日也算是30而立了，应该好好大办一场的。他不愿意的话就随他吧，不过我觉得可以办一个小型的生日聚会，就请亲朋好友给他庆生就行了，这样他也不会尴尬。就是不知道齐安会不会翻脸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他就算翻脸的话，我来负责。小满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赶紧买吧，站累了。催什么催呀？你看，哎呀！
小马，谁让你来我家的？我们家不欢迎你。现在是你家，一会儿指不定就不是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找爸。他不在。你确定不在？要是耽误了江家和秦家20亿项目的合作，你负责。在书房。你在这等我。快点儿！你看我做什么？就你这长相，这身材，本少爷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也没提前打个招呼。爸，你看今天的新闻了吗？你跟江齐安感情好，是好事，不用特意回来告知我。我不是想要来炫耀什么，我只想来告诉你，我在江家辛苦的为我们秦家谋划，而秦牧人却屡次想要破坏我的计划。我希望爸，你能给他一点教训。昨天晚上，秦牧染疯狂地敲我车窗，说我和江思安在车上乱搞，他想要让我名声尽毁。而他之所以笃定是我和江思安，是因为他在江思安的酒里下了药。他见不得我好，想要把我赶出江家。江思安，他今天也跟我一起回了秦家。如果爸你不给他一个交代的话，你想要和江家合作，那就比较困难了。爸，秦牧染留在身边就是个定时炸弹。我连你大哥都看不上，还能看得上你？老公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有话好好说呀！你打女儿干什么呀？刚才也是江思安一直在贬低女儿，女儿才说了这番话的。他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他自己最清楚。爸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就因为江家人有钱，我就活该被江家人欺负吗？秦牧然，你现在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都是你惯的。老公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老公，秦小曼到底对你说了什么？你要这样苛责冉冉？难道冉冉不是你亲生的吗？够了！现在马上给我收拾东西，我送你出国。自己好好反省反省。爸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不要出国，我连英文都不会，我出国怎么生活呀？我不要出国！老公，消消气，千万别一时冲动，消消气。爸，我也觉得没必要送出国吧。老公，你看小满都这么说了，不过就是他们小孩子之间一点小摩擦而已，他们都是亲姐妹，血浓于水的，这过了就算了。是吧，小马？出国就算了吧，不如就送到乡下吧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以前我不听话，小妈不也是这样对我的吗？现在秦牧染不听话，不也应该这样吗？爸，该不会你不想一碗水端平吧？不行。冉冉怎么能去乡下这种地方呢？她从小到大就没吃过一点苦啊，老公。小妈的意思是，10岁之前我受过苦了。老公，你别亲亲小满的，不要把女儿送去乡下呀，老公。爸，我不要去乡下，我不要去。老公，爸不愿意就算了。二弟，我们回去吧。吴伯，老爷，送大小姐去乡下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回来。好的，老爷。我不要去乡下，妈，救我！我不要去乡下，妈，我不要去乡下，我不要去。老公，不要，别把我们女儿送去乡下。闭嘴！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把你也送到乡下去。现在可以了吧？我二弟说了算。妈的，又被秦小满利用了。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只爱钱的女人？秦小满，你又想怎么利用我？你帮我找一个合适的，帮我勾引秦东旭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只要张兰玉再加1天，那秦慕染就有回秦家的可能。秦小满，你睚眦必报的性格比我哥还要恐怖。勾引秦东旭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不是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哎呀，突然好想告诉你妈，你昨天晚上睡在哪里了。秦小满，你敢？合作愉快。秦总，沈氏集团总裁傅延慈找您。傅延慈？嗯，让他进来吧。好。我倒是要看看傅延慈耍什么花招。傅总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啊？听说你们江氏集团出资20个亿，投资一个高尔夫度假酒店呀？这个项目是江思安在负责。可江思安听你的呀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宋氏也想投资这个项目。以傅总的能力，应该不难看出，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并没有那么好呀。哎，既然你们江氏愿意投资，那宋氏自然没有顾虑的。那既然傅总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要是再拒绝，就显得我有一点不识抬举了。我跟江思安说一声，我让他主动联系你。那就有劳秦总了。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？就当庆祝第1次合作。看来傅延慈不是冲着合作来的，是冲着我来的。闵南进还真是屡试不爽。好啊，那我们加个微信，晚一点位置发给你。晚上见。谢谢。被传言误导的，一直以为秦小姐呢是乡下来的，什么都不懂，没想到不但知书达理、聪明睿智，而且还貌美如花，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。傅总，这是在欣赏我吗？还不明显吗？我还真是受宠若惊了。我还真是受宠若惊了。谢谢。哎，为美女切牛排是我的荣幸。芝芝，以后我只为你一人切牛排。你笑什么？秦小满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还从来没有被人追过。只要对她好点，她就能死心塌地。芝芝，嫁给我，让我为你谈一辈子钱，好吗？不知道能否邀请美丽的小姐共舞一曲？我不会跳舞啊。没事，我教你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。不好意思啊。
没事。那个，要不然我们还是吃晚饭吧。好。小满，哎，傅先生，你这样的话会让我产生误会的。是吗？难道傅先生对宋芝芝的感情是假的喽？哎呀，人嘛，终究是要往前走的，对吗，小满？你说，要是媒体知道傅先生这么快就忘了宋芝芝，你猜他们会怎么写呢？已经上传到网盘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别来骚扰我，你不配。你。拍到了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被人邀请拍自己的出轨照。想办法发给周洛薇。然后呢？盯好周洛薇还有傅言辞，他们肯定会上床的。再让我拍他们上床的证据。事成之后感谢你。感谢倒不必了，你还是想想今晚怎么给江奇安解释。首先，我是江奇安的朋友；其次，我在帮你做事。你生气了？我洗了很久，身上都洗红了，要不然你检查一下。傅言辞他就碰到我的手臂，还有我的背，我都洗红了，你看是不是洗红了？背上也是。你和傅言辞有仇？不共戴天。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所以，需要我坦白吗？不需要。江奇安，我想抱抱你。江奇安，我真的很想报仇。很想，很想。我知道，我不会阻碍你。谢谢。秦小满现在这么硬气，一会儿我大哥回来，肯定会掀桌子，到时候看他怎么收场。妈，你就不能有句好话？半点忙不帮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。那大哥本来就不喜欢这些东西，是吧，二哥？二哥，你该不会也看上秦小满了吧？秦小满这个乡巴佬，到底何德何能，能够吸引我2个哥哥？就因为长得好看？男人果然都是靠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你在乱说什么？你是没有被妈打够吗？我只是觉得秦小满好像真能讨好我哥，我哥的原则在他面前都是屁。真不知道秦小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难不成是床上征服了我大哥？秦瑞啊！我本来就不聪明了，你还打我？你是不是想让我大学都毕不了业？本来写论文就已经够烦的了。活该！小满，
你说齐安回来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怎么会呢？有这么多人爱他，他没有理由不高兴的。啊，小吕说江前马上就到了，江三，快去准备。思路。生日快乐！你忘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我不喜欢过生日，把这些都撤了吧。哎，你说不过就不过了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今天不只是你的生日，也是妈妈的苦难日。江前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？你知不知道今天一大早，我们所有人就为你准备了生日惊喜，就连爸爸、妈妈，他们都多大年纪了，还亲自为你准备。这好不容易一个周末，就连二弟他这么爱玩一个人，都留在家里给你过生日了。还有小妹，小妹她甚至连毕业论文她都不写，就为了给你庆祝生日。而你呢，一句轻飘飘的“我不过生日”，就要磨灭我们所有人对你的关爱吗？我不是被强迫的吗？我分明是不想写论文才出来看热闹的。江前，你真的要让我们所有人都失望吗？ Happy birthday！ 你要让你的朋友失望而归吗？你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当你答应喽。既然他同意跟我们一起过生日了，那我先陪他上楼换一件衣服，我们再下来。好。我哥就这么妥协了？哇，秦小满这个女人真的有毒啊！这是爸生日的时候给你买的，需要我帮你换上吗？不需要，你先出去吧。好了吗？别催。好了吗？说了别催。你不会穿不上吧？不是。你笑什么？我帮你。不需要。江前，你真的好帅。这是我送你的领带，我给你系上。我自己来。你知道送领带的意义是什么吗？我想把你套住。大哥，你赶紧下来，李木南给你送了个大玩意儿。知道了。我不会打扰到你们什么好事了吧？那你们继续，我走了。那我们也穿好就下去看看李木南在搞什么吧。好。当当当当！兄弟，专程给你从乡下拉回来的生日礼物。你是有多无聊啊？你不觉得这头猪很眼熟吗？我怎么会跟一头猪熟呢？赶快拖走！
费了好大劲儿弄回来让你研究的。偷。齐安，这是妈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是妈专门去给你求的平安符。希望你以后的日子里都能够平平安安。谢谢妈。齐安，这是爸爸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一串沉香木的佛珠，从今往后，希望你再无烦恼障。生日快乐！谢谢爸。大哥，我也不知道你缺什么，只是这么多年，看你一直用一个手机，就给你买了一个3折叠手机。3折叠，怎么折都有面。大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永远是我的门面。送礼就送礼，装什么深沉？大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条豹纹蕾丝情侣睡衣裙。江奇瑞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你大哥能穿这个裙子吗？这不是给秦小满穿的吗？我大哥这么喜欢这个香吧，这么喜欢他，我就想着让他们在床上更快乐。我有什么错？妈，你不是想抱孙子吗？谢谢，我很喜欢。谁稀罕你喜欢？我是送给我大哥的。我会让你大哥也很喜欢的。叫什么？你个单身狗！说的跟你不是单身狗似的。在场除了我爸妈，谁不是单身狗啊？你不是单身狗，你不是单身狗，单身狗，我不是，你就是单身狗。我不是。没想到你的家人那么能喝，我都快喝醉了。醉了，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江奇安，你不觉得有人陪你过生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？今天的生日是你主导的吧？对，是我坚持要为你办生日派对，不过礼物是他们自己要送给你的。他们其实一直很想跟你过生日，但是却怕你不高兴。本来想跟你放一场烟花的，但是城市它禁烟火，只能拿仙女棒给你代替了。给我。江奇安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秦小满，你到底都经历过什么？明明在笑，却满脸的悲伤，满身的孤独。江奇安，我有一点想亲你。你知道松领带除了能够捆住你，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吗？ No one makes me happier than you, and anybody else just wouldn't
too.哎，芝芝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爸妈给你准备了生日蛋糕。妈，我一天很累了，实在不想走这些过程。蛋糕你们吃吧，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国外出差呢。这，对不起啊，江启安，明知道你不行，还故意引诱你。谁告诉你我不行？我给你按摩的时候碰到过啊。那时候我们熟吗？秦小满，我今天就允许你亲自演唱。我所有，也许是命运的挥挥手，总有遗憾停留，有你分享快乐足够。吃干抹净就想跑？昨晚到底谁吃谁啊？再睡会儿。要上班了。狂奔。江启安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啊？今天傅延慈要来公司，我得去应付。傅延慈，你吃醋啦？我是喜欢过傅延慈，放心，只是曾经，我现在只喜欢你。江启安，我没有你看起来那么轻浮，我很难轻易的喜欢上一个人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以后不喜欢我了，我还会不会再相信爱情？不会有那么一天。我先去上班了。哇，江启安，你能站起来了？只能站，还不能走。不过，快了。对了，昨天我把傅延慈和周洛维上床的视频发给江启安了。不是你发给江启安做什么？毕竟少儿不宜。江启安没跟你说？没有啊。那他应该是不想让你看到辣眼睛的东西。李木南说，你收到了傅延慈和周洛薇上床的视频。是的，需要给你曝光吗？暂时不用。不应该先发给我看一看的吗？秦总，副总找您。让他进来吧。好。副总，这是度假村的合作案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我对这个项目兴趣不大的，而且秦总不是也说过吗？这个项目发展前景并不好。那副总今天来什么目的？我有一个项目，不知道秦总感不感兴趣？所以傅延慈费尽心思来接近我，是因为他有求于我。宋芝芝去世后，他虽然接管了宋氏集团，但董事会的人可不能那么轻易就承认了他。而他接手后，第一个 TC 集团项目就搞砸了，现在迫切的想要做出成绩。说来听听。新能源汽车的研发，未来市场很大。这不是有市场就能做的，这需要技术研发。
技术层面的问题啊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找了专业团队来合作了。现在啊，唯一的难题呢，是资金问题。副总，这宋氏还能缺资金？难道是董事会不愿意给你拨款？秦总啊，是这样，我刚在宋氏立足不久，董事会呢对我有一个考验期的，限制了我的资金投入。你放心，只要这个项目研发成功了，稳赚不赔的。而且我跟你保证，只要让我在宋氏立住脚，宋氏、江氏肯定可以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，真的。我考虑一下。秦总，你仔细想想，我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一样的，你无依无靠来到江家，拿什么在江家立足啊？拿你江家大少奶奶身份吗？但是现在不一样，只要你跟我合作，我相信只要有我在你身后，江家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瞧不起你。秦总，与我合作有利无弊啊。我答应你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傅言辞摆不平的女人。秦小满上次的清高不过是他欲擒故纵而已，否则他早就曝光了我和他聊天内容。倒是秦小满这个女人，还真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之前我让你安排女人勾引秦东旭的事情，进展的怎么样？秦东旭上钩了，现在女人在外面养着呢。曝光出来。好。秦氏集团做贷款抵押了吗？做了。现在秦氏集团就要靠高尔夫度假村的开发项目翻身。宋氏集团的新能源汽车投资项目需要我们投资50亿。这么多？我要收购宋氏集团。你，秦小满，你之前说你要对付秦氏集团 ，OK， 秦氏的规模并不大，我可以陪你玩。但是宋氏集团，我哥当年都没有撼动他的商业地位，你凭什么？当年宋氏是因为有宋芝芝在，现在宋芝芝没有了，宋氏集团就是一团散沙。可是，放心，没有人比我更懂宋氏集团。听思安说，你要收购宋氏集团。你觉得可行吗？没有了宋芝芝，收购难度应该不大。那你是支持喽？你在顾虑什么？只是觉得可惜。你在为宋芝芝惋惜？宋芝芝当年凭借一己之力，将宋氏集团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发展成北城数1数2的企业，很难得，也很不容易。你果然暗恋宋芝芝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吃醋。单纯欣赏，口是心非。秦小满，你非要我承认我喜欢另外一个女人，你就高兴了？反正现在你陪在我身边，不是吗？话说，你当年为什么不跟宋芝芝表白？秦小满，我知道，是因为她当时心有所属，是不是？跟你说不明白。杨千安，属于你的都会回到你身边。秦小满，是吗？不是，你放开我！我叫秦小满，有事情的办公室不能乱闯。放开！小妈，你这是又在发什么疯？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在外面养了野女人？知道啊，我刚刚看新闻了。小妈，你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
你当年不也是被我爸这样养着的吗？小满，我知道以前你对我有格，但是现在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小满，难道你就不担心你爸在外面养的野女人生下个孩子，分了秦家的家产吗？这秦家的家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难道小妈会好心分我一份儿？满满，你是秦家的人呀，当然有资格分秦家的家产了。那也不稀罕，现在有江家给我的就足够了。那江家给你的，毕竟不是你自己的呀，他们说收就收回去了。小妈，如果你今天来是想要让我帮你劝我爸回到你身边，那就大可不必了。我可没有好心到帮一个逼死我妈的罪魁祸首。我和你妈妈之间是有误会，小满，我知道你劝你爸爸也没用，我只希望你让你爸爸放冉冉回来。冉冉从小在你爸爸身边长大，有感情，他能劝动你爸爸。那更不可能了。我这好不容易将秦慕冉送到了乡下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轻易的回来？他这一辈子都只能待在乡下。秦小满，我现在在好好和你说话。你以为我还是10岁之前的我吗？还是那个任你打骂、任你摆布的小女孩？张兰玉，我长大了，我现在只需要动动我的一根手指，就能够让你一无所有。这一巴掌是为我死去的母亲，这一巴掌是为秦小满。秦小满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你这个贱人！扔出去！不准这个女人再踏进宋氏集团一步！秦小满，我诅咒你！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！秦小满，我诅咒你！下一个被送到乡下的人就是你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传出我们两家合作的消息之后，沈家、江家的公司股市可是蹭蹭的往上涨。怎么样，没让你失望吧？现在相信江家也会对你另眼相看喽。副总，你也让我另眼相看。晚宴见。老江，真是恭喜啊，有这么能干的一个儿媳妇。听说江氏和集团的合作都是他一手促成的。老实说，你儿媳妇从乡下来的这个传闻是不是假的呀？这怎么看她也不像乡下人的气质啊！啊！现在外界媒体都在说，秦小满的做事风格有当年宋芝芝的风范。老江，这背后不会是江大少在背后指点秦小满的吧？齐安很久都没有管理过公司的事情了，是秦小满自己有能力干的。老江，真是好福气啊！没想到江大少不管事了，居然来了一个这么能干的儿媳妇。是，我看你啊，这辈子就是享福的命。我就是个空气呗。恭喜江氏和沈氏顺利达成合作。这是你疯了啊！什么呀？周小姐，我是哪里得罪你了吗？还是说上一次我不小心碰掉了你的裙子，你还怀恨在心？秦小满，你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不清楚。好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把东西给我放出来。
是？天哪！这他妈怎么这么钱呢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你会毁了我们的合作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在我心里，我的闺蜜宋芝芝更重要，我不会让她受任何的委屈。秦小满想要和我抢男人，你还不够格。周老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会毁了合作的，你考没考虑过后果啊？我做什么你又能奈我怎么样？傅言辞，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。田小满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女人，我不管你有多么的水性杨花，你勾引任何男人都可以，但是傅言辞不行。傅言辞这辈子都是宋芝芝的人，我不允许宋芝芝受到任何的委屈。不是吧？秦小满居然和傅言辞有染，这也太炸裂了！我就说江氏和沈氏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突然都一起合作了呢？宋芝芝死了还没有1年吧？秦小满，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你儿媳妇不知廉耻，红杏出墙。今天我就要替宋芝芝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！齐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双腿康复了？这是江齐安了吧？他不是残废了吗？怎么现在和个正常人一样？江大少还是和之前一样帅啊！不给我一个解释，今天谁都别想走。江大少，是这样，一切都是误会。我和您太太，我们是正常的合作伙伴关系，是朋友，我们是清白的，真的。不是误会，你老婆就是想要勾引傅言辞，不只是上面照片的这几张，我私底下还撞见过好几次。要不是为了我闺蜜，我也不能在这种场合做这种出格的事情。芝芝死了还没有1年，秦小满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你有没有最基本的道德三观啊？周洛薇，你一口咬定是我勾引的傅言辞，那怎么不说是傅言辞先来勾搭我的呢？你承认了，秦小满，你承认你想要勾引傅言辞？我太了解傅言辞了，我太了解他和宋芝芝之间的感情了，他根本就不可能主动勾引你。他傅言辞这辈子爱宋芝芝一个人。那这些照片怎么回事？那是因为傅言辞他不想辜负宋芝芝，他想要宋氏集团继续发扬光大，所以才不得已应付你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担心什么呢？难道说是你喜欢傅言辞，所以你才受不了他和其他女的有交集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我闺蜜的男人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宋芝芝在天之灵不得安宁，还有，我也不希望傅言辞因为宋芝芝这样的委屈自己。你说我勾引傅言辞，他有什么值得我勾引的？傅言辞他长得帅，性格好，有能力，还多金，有几个女人能够拒绝他这样男人的魅力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有这么优秀的老公，我为什么要去勾引一个次等品？周洛薇，只有次等品才会觉得次等品有魅力。周洛薇有毛病吧？宋芝芝怎么会和他成为朋友？简直莫名其妙。秦小满放着江齐安不要，竟然去勾引傅言辞，这怎么也说不过去。周洛薇丢死人了，我要是他，早就钻地缝了。宋芝芝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他抱不平。这几张照片上面清清楚楚，秦小满和傅言辞就是牵扯不清。再说了，他江齐安之前双腿残疾，最近才治好。秦小满之前看不上江齐安，跑去勾引傅言辞，这没有任何毛病。够了！你别跟我在这无理取闹了。我跟你说过，我和秦小姐之间就是正常的合作伙伴关系。还有，你拍的那些照片，就是正常的聚餐而已。我跟你说过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看在你是宋芝芝闺蜜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
我希望你适可而止。可是，各位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让大家见笑了。是周小姐和芝芝姐妹情深，所以才会疑神疑鬼。但我和秦小姐之间确实是清清白白的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周小姐，原谅她。江先生，秦小姐，我替她向你们道歉了。理解吧，周洛薇和宋芝芝感情太好了，她也是不想让自己的闺蜜受委屈啊。真羡慕宋芝芝和周洛薇之间的感情啊！我要是有这么好的朋友就好了。我可以理解周洛薇为了宋芝芝做出这样不理智的行为，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，周洛薇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宋芝芝最好的朋友，可是却在宋芝芝尸骨未寒之时，爬上了宋芝芝未婚夫的床。还有这种事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，这不是真的！关了！别看什么看！我刚才还说周洛薇和宋芝芝是最好的朋友，我现在真想抽我自己的脸。傅安琪不是说她只爱宋芝芝吗？她居然和宋芝芝的闺蜜滚到了一起，真是太恶心，太没底线了！我要是宋芝芝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傅言辞为当面揭穿虚伪的面具，好说吗？但远远不够。看来我们之间的合作有待商榷了呀。不是这样的。那天晚上我喝醉了，我真喝醉了，我以为芝芝是她，真的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和谁睡在一起都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只看结果。现在的结果就是你面临着巨大的丑闻，背叛自己未婚妻，和未婚妻的好朋友睡了，简直是太炸裂了呀！可这是我私事，不影响咱们合作呀。那可不是，一旦你的丑闻曝光，那宋氏也会蒙羞，宋氏的股份会下跌，江氏也会受到牵连。你放心，我肯定能解决。合同上明确规定，双方公司有一方爆出不利于合作的行为，另外一方有权利无条件终止合作。今天的庆功宴让大家见笑了，我们江氏集团会慎重考虑和宋氏集团的合作。晚宴继续，希望不会因此影响大家的心情。那你就放心了。怎么？这种事吵我不吵声？你们两个还有脸待在这里啊？来都来了，陪我跳一支舞吧。哇，好般配呀！江大少太帅了，秦小曼也好漂亮。就是说，两个人的眼神都在拉丝。周罗威怎么敢说秦小满想要勾引傅言辞的？做贼喊捉贼，真是恶心透了。秦小满，原来你会跳舞？干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啊？啊！看着我做什么？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高。你的腿什么时候好的？来之前。所以就迫不及待的要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啦。你不用装了，我知道你很喜欢我的。江倩，你再喜欢我，也不能当着大家的面做这种少儿不宜的事情。我喜欢你，宋芝芝。秦总，你笑什么？天上的江倩，一个晚上都没让人睡个好觉。今天江启安总经理来上班了，几年没见，还是那么意气风发，玉树临风。秦总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其他意思，我就是单纯自豪能够在江氏集团上班。下去吧。好。凭什么累得像条狗，
他还能招蜂引蝶。秦总，副总来了，你让他进来吧。好。来谈项目合作解约的事情啊。秦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个项目前期的研发准备工作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你现在跟我终止合作，对我的损失真的很大。我跟你保证，只要你跟我继续合作，项目顺利进行，稳赚不赔，真的。既然这个项目前景这么好，那宋氏为什么不给你拨款？昨天晚上的事情你不是不知道，宋氏现在不可能给我拨款了。这样，只要咱们继续合作，我可以改合同，46分我拿40%，你拿60%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秦总，在商言商，我的实力你看在眼里，有目共睹的呀。没记错的话，之前宋氏集团靠的可都是宋芝芝。要不是我在背后为他推波助澜，他宋氏集团哪有今天呀？那董事为什么不信任你啊？其实你想要继续这个项目也不是不可能。秦总，只要你答应我继续合作，我保证以后你有困难，你把你宋氏集团1半的股份卖给我。啊？你握有宋氏集团40%的股份，我要20%。我死的时候才知道，傅延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和周若薇里应外合，让我签股份继承协议，拿走我40%的股份。这不可能。那我也无能为力了。秦小满，你不感觉你这个要求很过分吗？其他条件我都可以答应，股份不行。我可是拿出了50亿来投资，你现在有什么值这50亿？我按照现在市场价格买你20%的股份，约50亿，刚好够填你的窟窿。但现在宋氏集团股份跌得很厉害。我是个商人，我肯定是买低不买高啊。你自己想想看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先说好，你投了50亿，只占股20%，利益咱们对半分，你只拿分成20%。想得很清楚了。这，江奇安，人家好累，你不要闹。你干什么？抱你回家。那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别乱动，一会儿摔倒了。江奇安，现在这个点儿，外面还有员工没下班呢。害羞啊？你不害羞啊？我们是合法的。那也不能。不行，今晚死都不行。我今天一天都没有精神。江总好帅啊！我从来没见江总在公司这么笑过。江前还没吃晚饭呢，好饿啊！我也饿。那先去吃饭。正在吃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那我应该在车底下。嫂子不是要傅延慈的身世背景吗？我刚刚查到了，就琢磨着专程来给嫂子个惊喜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需要我帮你吗？不用，我要亲自去。高尔夫度假村项目无限期的停止。你真要逼死你爸？这是他应得的。我听说你继母也被送去了乡下，和秦木染在乡下过得凄惨无比。前段时间他们想逃出来，还差点被打死。
你继母和秦慕染现在乡下乖得不得了，那也是他们应得的。你去哪里啊？宋氏集团。你去宋氏集团做什么？我现在拥有宋氏集团20%的股份，你说我去做什么？哦，搞事情啊？那我陪你一起去。去宋氏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傅延慈在宋氏集团1年总裁试用期结束，今天董事会对他进行评估，我猜你肯定有兴趣。我陪你一起去。哥，那我呢？上班期间你不在公司待着，想去哪儿？就是，我哥一来，我就没用了呗。江太太突然到访，有何贵干啊？傅延慈难道没有告诉你们，他转让了20%的股份给我？现在我也是董事会的一员，宋氏总裁述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当然要参加了。傅延慈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也没跟我们说一下呀？你为什么突然卖掉宋氏股份？我之前跟大家说了，让你们支持我投资这个新能源项目，结果呢，董事会全票否决我。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只能把自己股份卖出去，填补这个资金漏洞啊。即便如此，你也应该跟董事会说一声。傅总，他也有自己的面子。不过现在大家知道就行了，不耽误时间了。傅总，请继续吧。各位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石油是有限的，所以以后新能源开发绝对是有大好前景在内的。我相信大家能够支持我，我也有把握来连任这个 CEO 一职，相信我。同意傅延慈先生继续担任宋氏集团 CEO 的，请举手。秦小满，我承认你是股东，但是你也要给我守规矩。我想要为自己也争取一下。争取什么？争取宋氏集团总裁 CEO 一职。啊，秦小满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对宋氏集团非常的感兴趣，也有信心能够带领宋氏登上更高的台阶。秦小满，你能不能别捣乱了？你了解宋氏吗？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想胜任 CEO？ 谁说我不懂了？这个是我的竞选材料，麻烦帮我投一下，谢谢。既然江太太这么有信心，我们倒想看看她有什么能力敢站在这儿。我的材料分为3个部分，这第一个是我的个人简介，第2是我对宋氏集团的了解，第3是我对宋氏集团未来的规划。我既然来到了宋氏集团，那就是想要为宋氏做出一些成绩，绝对不会让各位董事失望。等一下，秦小满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现在还在江氏任职的吧？如果我当上了宋氏集团总裁，那我肯定就会辞掉江氏副总监一职啊。说得好听，从他江齐安到了江氏之后，宋氏跟江氏可是一直都井水不犯河水啊！你辞去职务来宋氏，你就是心怀不轨。如果我对宋氏心怀不轨，我根本就不需要来到宋氏。我既然能轻而易举的就得到20%的股份，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我的实力吗？傅延慈说的也对，我们对秦小满并不熟，他突然进入宋氏，的确很冒险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对傅延慈还是知根知底，更信任一些。你们确定你们对傅延慈知根知底？傅延慈毕竟是宋芝芝的未婚夫，当年没有宋芝芝的话，沈氏也不会有今天。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啊！难道你们忘了他对宋芝芝的背叛？哎，我可是跟大家解释过了，那天晚上是个意外，我真喝醉了，而且周洛威我已经开除了，我跟大家保证过的，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再发生，真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真的了解傅延慈的身份背景吗？傅延慈原名高林轩，是曾经宋氏集团市场部总经理高耀的儿子。
高耀因赌博挪用公司公款，导致宋氏差一点破产。东窗事发之后，高耀无力偿还巨额债务，从宋氏顶楼一跃而下。高耀的妻子承受不住压力，浑浑噩噩中出车祸，当场死亡，留下年仅10岁的高林轩。高林轩后来被送往孤儿院，后来又被人收养，改名傅延慈。傅延慈居然是高耀的儿子。当年老宋就发现高耀挪用公款一事，还放过他一次，是他不知悔改，活该跳楼自杀。我有理由怀疑你进入宋氏，甚至接近宋芝芝，是另有所图。你胡说！我根本不是什么高林轩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这里有孤儿院的收养证明。这是假的！这种事情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材料哪来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的远远不止这些，我甚至知道宋芝芝的离奇死亡。如果齐小满真的知道宋芝芝是怎么死的，他早就拿出证据将我送进警局了，而我做事情滴水不漏。各位听我说，是，我承认我是高傲的儿子，但这又能怎么样呢？影响我的任职 CEO 吗？影响我和宋芝芝相恋相爱吗？我甚至都知道我父亲的所作所为，我想弥补集团，我想弥补大家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慎重的考虑一下，这1年来我的所作所为，大家有目共睹的呀。我甚至为了集团，我股份我都卖出去了。他卖掉公司股份根本就不是为了宋氏，而是怕董事会更换继承人。齐小满，我不认为董事会会继续聘用一个身份背景敏感、没有能力，甚至满嘴谎言的人继续担任公司 CEO。是，我也不相信一个毫不了解、心怀不轨的人能来上任这个 CEO。我可以跟董事会签一个对赌协议，如果我秦小满在1年之内没有办法让宋氏在原有的基础上盈利20%，我秦小满将自动辞职，并且无偿归还我名下20%的公司股份。如若秦小满成为宋氏集团 CEO， 江氏集团将 TC 集团海外电商项目拱手相让，另外再投资50亿，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。各位董事们，觉得怎么样？同意秦小满担任宋氏集团 CEO 的，请举手。江前，你就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担心我对江氏集团图谋不轨啊！你也知道，当年的我早就想把江氏集团狠狠踩在脚下。你要是喜欢，我把手上江氏集团的股份都送给你。早知道我就使用美人计了，省得当年我被气得半死。谁让你那个时候满眼都是傅延慈？吃醋啦？君子不夺人所好。江前，当年是我有眼无珠，你明白就好。你这还怪不客气的。周洛薇，你找我做什么？刚刚上车时给周洛薇发了信息，果然鱼儿就这么上钩了。关于傅延慈的事情，能当面谈吗？我把见面地址发给你。好啊。小李，一会儿送我去这个地方。好的，大少奶奶。一会儿你就不用陪我一起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，傅延慈被你逼到这种地步，我怕他狗急跳墙。傅延慈还不敢动我，毕竟我是你的人，他惹不起。不过这周洛薇就不一样了。秦小满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
我取代了傅延慈，成为了宋氏集团的总裁。哼，你专程来炫耀的？不是，我是想要让你重新回到宋氏，当我的秘书，辅助我。我知道你的能力，否则宋芝芝也不会用你。秦总，这是宋氏最近的项目报告。放下吧，谢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已经辞退你了吗？是我让他回来当我秘书的，他在公司那么多年，比我更清楚。周秘书，你先下去吧，我跟副总有事情要谈。好。秦小满，你什么人都用啊，你就不怕他算计你？我自有分寸，就不劳烦副总费心了。你找我什么事情？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参与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呀？因为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啊。我投了50个亿呀！那又怎样？不然你拿着这50亿自己弄？你没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就先出去吧。我还要熟悉这段时间宋氏的经营情况。不得不说，在你的带领下，宋氏那简直是不堪入目。我跟你说了，这段时间要避嫌，要避嫌。过段时间会把你叫来公司的。秦小满要用我为什么要拒绝？再说了，我们可以像当年对付宋芝芝那样对付秦小满。秦小满跟宋芝芝能一样吗？秦小满现在背后靠的是整个江氏集团。周老歪，你脑子什么时候这么蠢了啊？傅延慈，我也只是想和你离得近一点，我有错吗？你为什么不让我来上班啊？秦小满都不计较了，你让我觉得你好像已经不爱我了。傅延慈，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？明知道周洛威和我不清不楚，秦小满还敢用他？难不成周洛威已经被秦小满收买了？这个世界上除了周洛威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真实身份，所以是周洛威用这个秘密换来回审视的机会。言辞，你不说话，是不是真的不爱我了？傻瓜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爱你呢？我是怕那个秦小满他欺负你。我爱不爱你，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人家就是想每天都能见到你，我有错吗？好了，都是我不对嘛。我也希望每天上班见到你啊。这样吧，今晚我去你那儿住。周洛威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别怪我对你心狠手辣。这几天麻烦帮我找人盯紧傅延慈还有周洛威。是发生大事情了吗？傅延慈要对周洛威动手了。我要傅延慈人赃俱获。好。傅延慈，我们之间的恩怨终于要结束了。地址微信上发给你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好。别急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傅延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绑架我干什么？你说呢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不感觉这个地方很眼熟吗？当年宋芝芝就是死在这里的。你疯了吗，傅延慈？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爱我？你
你害我，你会出卖我！你害我，你害我，你会把我的消息告诉秦小满吗？我没有，傅言慈，我怎么可能会出卖你呢？你认为我会信你？啊？傅言慈，我在你的心目中，难道就一点信任都没有吗？你就一点都不爱我吗？我爱你，我连宋芝芝都不爱，我会爱你？周洛薇，你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我这么多年都不过是在利用你罢了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你爱信不信？本来我以为你跟了宋芝芝这么多年，能学点本事，工作上会帮到我，但是不行了。你知道我的秘密太多了，你不死，我不安心。傅言慈，我这么爱你，你却这么对我，你会遭天打雷劈的。去阴曹地府跟宋芝芝说吧。住手！放下枪！再不放下枪，我开枪了！秦小满，是你一直算计我。秦小满，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你这么对我，为什么？秦小满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啊？我究竟做错什么？我对你干什么了？你这么对我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傅言慈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是谁吗？不是，你不知道，宋芝芝已经被我亲手杀死了。你不可能还活着的。所以你承认你杀死了宋芝芝？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。你承不承认也不重要，反正绑匪已经供出了你和周洛薇，不出意外，你们两个都会被判处死刑。傅言慈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小满，你真的是芝芝吗？你说呢？对不起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道歉？我真的没有想过杀你，我后悔过。我杀了你之后，我也后悔过。我真的害怕，只是没办法。我们之间隔着血海深仇，我并不对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真的爱过你，芝芝，我对不起你。要是还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这么对你。对不起，傅言慈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，哪怕你死。芝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想哭就哭吧。爸妈，我是芝芝，我来看你们了。爸妈，我已经为你们报仇了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
爸妈，我是江启安，芝芝的丈夫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对芝芝好，绝对不会让她受到一点委屈。江启安，其实我刚死那会儿，灵魂出窍过。啊，宋芝芝，你怎么就死了？不是说要打败我吗？小骗子！所以我知道你原来暗恋我。难怪你第一天来江家的时候就对我有恃无恐。你应该感到高兴，要不然像你这种闷葫芦，我要是不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们俩早晚都得掰。我不允许你说这种话。你可以安心离开了。